开启联邦军机动战士时代的战争之神。钢加农设定解析：为支援高达而诞生的最佳辅助。机动战士高达设定和剧情解说。第11集，继艾斯琳娜恋情之后，机体型号 RX-772，钢加农是联邦军为了应对吉翁机动战士的威胁而专门开发出来的其中一款机动战士。与吉翁全新发展泛用性强的机动战士有所不同，联邦军的机动战士则率先走向了分工明确的发展路线，以便在大规模战役当中进行协同作战。而这一点在钢加农这一型机体上就得到了体现，其在武装上的配置就对高达形成了比较好的补充。比如在钢加农的肩膀上安装的是2门240毫米口径的低后坐力加农炮，尽管该加农炮跟钢坦克一样都是低后坐力的加农炮，但炮管长度和口径并不相同，因而这两型机动战士在对敌火力打击的侧重点就有了差别。相比于钢坦克着重在远距离对敌进行火力打击，钢加农则是强调在中近距离范围内给予友军火力支援，而且射速和钢坦克一样很高，可作为防空炮去打击飞行高度比较低的目标，并且还能在机体自带的观瞄系统的辅助下来进一步提升这2门加农炮打击的命中率。而除了这2门加农炮之外，钢加农还能更换导弹发射槽，来用于满足各种作战任务的需要。只可惜这套可选装备在 SIDE 7之明星上时就被吉翁摧毁，没能装上白色基地，得以在日后的战场上投入使用。另一方面，由于钢加农采用的是双足机动方式，在地面作战时不容易像钢坦克的履带机动那样能保持平稳，所以在设计钢加农时就对腿部进行了加粗，并且还增加了配重，以便钢加农在地面战斗时保持稳定。而这也就造成了钢加农在地面上的机动要比高达缓慢，因而在作战时一般不会位于靠前位置，需要与高达配合作战来发挥火力支援作用。当然，钢加农也不是只有站立才能进行炮击，在战况复杂时可以选择趴下，由此降低钢加农在炮击时被敌方反击命中的几率。而除了肩上的加农炮之外，钢加农的右手还携带有一把光束步枪，该枪是由 BOWA 公司针对钢加农开发的产品，其武器编号为 XBRM79A， 但在武器分类上编码则属于是 XBRL。而跟高达使用的光束步枪相比，这把武器的射击精度要更高，比较适合用于狙击作战。只要在枪上瞄准装置的辅助之下，就能在中远距离的范围对目标进行精确射击，其有效射程最大可达30千米。唯一明显不足就是这把光束步枪的操作难度很大，未经过充分训练很难命中移动中的目标，甚至一开始还因为发电机存在问题无法正常使用，直到在月神2号基地时经过改进后才具备实战应用的条件。而在这把光束武器研发完成之前，还有一把计划给钢加农使用的武器，这把武器便是100毫米口径的 YFMG-100型机枪。该枪属于是 UC0076年就完成开发的实弹武器，其结构采用了弹匣弓弹和折叠枪托的设计，并配备了穿甲弹、破甲弹和高爆弹多种类型弹药，以便在战斗中应对不同的作战目标。虽然该枪在使用上要比光束步枪容易，但在威力上则比不上光束步枪，最终没有被选择成为钢加农的制式武器。然后是腿部这个位置的收纳舱，还装有手榴弹，可拿来对付利用掩体掩护的目标。由于需要适应在低重力下的环境中使用，因而该手榴弹的作用机制是在取出后5到7秒就会引爆，所以当取出手榴弹后，需要及时投掷出去而避免波及到自身。剩下的武装在头部还有2门60毫米口径的火神炮，用于在近距离的范围牵制敌方机动战士，或持续输出形成弹幕去防御来袭的导弹。而在近战方面，钢加农则没有准备，所以在战斗时钢加农会保持交战距离，尽可能的避免与敌方机动战士近距离接触。至于锁敌探测距离方面的性能，钢加农有效探测距离为6000米，仅比高达5700米有效探测距离多出一些。值得一提的是，钢加农的手臂倒是跟腿部一样进行了加粗，并且还加强了作用于手臂的推力，可在特定的情况下以徒手的方式给对方造成重大伤害。而在防护方面，钢加农也是使用了跟高达一样的月神钛合金装甲，但装甲厚度则比高达要厚一些，所带来的防护性能不但能直面应对猛烈的炮火攻击，甚至在正面被加乌级的主炮击中，也不会给钢加农带来多大损伤。由此可见，钢加农在防护上可以说是相当的坚硬。不过这不代表钢加农就不存在薄弱的地方，虽然钢加农的头部造型跟高达相比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机体整体的结构则如出一辙。
都是通过核心战机将上下两个部分组合而成。由于连接的部位覆盖的钛合金装甲较为薄弱，所以一旦被对方的攻击命中，就有可能击穿装甲，进而对驾驶员造成威胁。当然，吉翁本身也有足够的重火力武装来应对钢加农，能够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对钢加农造成重大伤害。这对于没有装备盾牌的钢加农来说是个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在驾驶钢加农作战仍需要保持足够警惕，只有这样才能让自身在战场的生存几率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装甲增厚也让钢加农的机体重量比高达多了不少。虽然跟高达一样在脚底和背包都装有推进器，但整体的推力则要比高达逊色一些。其在地面的最大机动速度为78千米每小时，跟高达在地面的最大速度165千米每小时相比，显得差距过大。因此，钢加农的机动性能表现并不突出，但这对于专注火力支援的机型来说已经足够。所以，包括180度转身在内的近战要求比较高的指标，钢加农需要的时间是2秒。没有做到跟高达的1.5秒时间一样的程度，这几个方面的性能表现不佳，就决定了钢加农不适用于近战。这也就意味了白色基地仅有一架高达具备近战能力，一旦遭到吉翁大部队的攻击，处于锋线位置的高达将会承担巨大压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体现在了白色基地空降地球之后的战斗当中，使得驾驶高达的阿姆罗每场战斗苦不堪言。在连续几次战斗之后，已经严重到他的身心健康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直到钢加农完成整备后，率先由凯西汀驾驶投入作战，这才给予了高达更多支援，从而缓解了阿姆罗的压力。然后就这样与吉翁进行多次交手之后，终于在被战火摧毁的城市废墟里，成功歼灭掉了卡尔马扎比所率领的吉翁部队，为即将进入联邦军实控区之前拿下了一场大胜。然而，白色基地并没有就此完全摆脱掉吉翁的威胁。在艾斯琳娜·艾申巴哈得知恋人卡尔马扎比阵亡的消息之后，悲愤交加的他决定向白色基地复仇，很快就与吉翁残余的部队一起向白色基地发起了追击。不过，吉翁可投入战斗的就只剩下3架加乌级，仅凭这点力量，可以说是没有多少打败联邦军白色基地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能阻止艾斯琳娜誓死要为卡尔马扎比复仇的决心。于是，阿姆罗和龙荷西便立即出击迎战，分别驾驶高达和钢加农与这股吉翁残余部队展开了战斗，并且一开始就直接在高空中跳到了加乌级上。紧接着，在与吉翁相互交手数次了以后，很快就将吉翁其中一架加乌级击坠，一上来就让吉翁受到了沉重打击。尽管这个时候有夏亚驾驶卢耿战术侦察机前来支援，他在加入战局后也确实给予了白色基地重大打击，使得白色基地动力不足，开始坠向了地面。但是这些终究不足以改变这场战斗的形势。马上吉翁剩下的2架加乌级，在高达和钢加农的各种打击之下，也纷纷失去动力，开始坠向了地面。即便如此，艾斯琳娜也要下坠的加乌级向高达撞了过去。就这样，高达在受到加乌级的撞击之后，便失去了动力而无法动弹，使得无法再次启动高达的阿姆罗不得不走出了驾驶舱。而见到阿姆罗出舱的艾斯琳娜，便拿起了手枪走出加乌级舱外，打算将阿姆罗射杀，来为自己的恋人卡尔马扎比复仇。于是他拖着受伤的身体，举起手枪指向了阿姆罗。然而一声枪响之后，艾斯琳娜不但没有击中阿姆罗，反而因为体力不支从加乌级上摔到了地面，就这样很不幸地摔死在了阿姆罗的面前。虽然这场战斗到此得以结束，但这一幕也给阿姆罗的心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毕竟自从阿姆罗被卷入这场战争以来，他还从未亲眼见过一个活生生的敌人就这样死在了他的面前。